大家好，又是我了。今天要带大家来逛清迈的清曼寺。在逛清曼寺之前，我们先走一趟兰纳建筑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是结合兰纳建筑风格的西式洋楼，现在是由清迈大学建筑系的师生来管理。有任何建筑上的疑难杂症，都可以问他们。就算他们一时被问倒了，他们可以一边查泰文的资料，我们也可以一边查中文和英文的资料，可以一起找答案哦。在深入了解莱纳建筑风格的寺庙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以往莱纳民宅的样式。由于清迈紧邻平河边，也就是昭披耶河的上游，所以古时候难免会有水患。许多民宅是架高的，除了防水患，也防野生动物乱闯。进入室内前，会有大块的户外活动区域，就像我们的稻城一样。屋顶是大角度的斜角，并且有三角形的扇形墙。这部分的元素也会在寺庙建筑上看到。屋顶斜角交叉处有卡类，看起来很像日本武士头盔上的东西。馆员说是要有钱人家才会有的，一般民众的家屋顶是不会有这个东西，并且是用竹子交叉铺上香蕉叶，造型更为简化。另外，开窗较小，可以减少室内阳光的进光量。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讲寺庙的建筑喽。上一部影片有提到，由于泰北、清迈这边曾经是由缅甸统治，一直到1892年才被暹罗国王拉玛五世纳为泰国领土，所以清迈这边的寺庙有它独特的建筑风格。而除了南纳风格外，也会看到西边的缅甸、东边的柬埔寨的影响。可以点右上角的资讯卡去看上一支影片哦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庙里的几个基本建筑，包括正殿，也就是正门口一进去最大的建筑，再来就是旁边比较小一点的佛堂，通常位在正殿后方的佛塔。比较老一点的寺庙会看到藏经阁，还有中塔、聚会厅、凉亭、火化处、僧侣的居住地区等等。在我的影片中，大多呈现正殿、佛堂、佛塔和藏经阁等建筑。顺带一提，有些寺庙会在聚会厅，像大礼堂的地方，提供付费按摩服务。除了香油钱之外，还可以挣下一些财源。我们来清迈逛庙，主要看几个建筑上的细节，包括屋顶的砖瓦、屋檐的凤尾，就像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飞檐。殿门上方有三形墙和中央单一的垂锥尖弧。假如只是原状弧的话，就是受到缅甸的影响。殿门的乌廊以及门口两侧的单头龙那嘎，假如是放狮子，也就是受缅甸的影响。走进正殿，佛像的坐姿也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异。在清迈的寺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形象的佛像，一种是素可泰王国的影响，一种是受柬埔寨的影响。以清曼寺来说，正殿的佛像造型主要是受到素可泰的影响，坐姿是单一右脚放在左腿上盘坐，声音肩带会从左肩覆盖到肚脐，脸型的身形则会比较精实，头发的发罗较小，头顶的发髻像是佛光火焰。由于素可泰王国是位在现代的泰国的中南部，大约是在1238年至1438年，刚好跟北边的莱纳王国时间重叠，曾经是有签互不侵犯协议的好朋友。另外，有些寺庙的佛像外形是受到柬埔寨的影响，坐姿是双脚交叉盘坐，僧衣只会盖到左胸前，脸型和身形比较圆润，头发的发罗比较大颗，也比较圆。帕行寺正殿的佛像就是这种造型。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清曼寺的故事。清曼寺又称昌宛寺，是清迈古城的第一座佛寺，由莱纳王国的第一任国王孟莱王于1297年亲自监督兴建。寺庙的最尾端有一座孟莱王的塑像。当时孟莱王在1296年兴建清迈城时，认为应该新做一间新的佛寺来祈求佛力的保佑。隔年，孟莱王便建立了这座寺庙，赐名清迈。成为清迈首座的皇家佛寺，也是孟莱王当时的临时行宫。清迈寺大约在15世纪时有崩塌过，1471年下令重建，1551年清迈城被缅甸占领时，清迈寺被荒废了几年，直到1558年，缅甸国王又再下令重修佛塔、佛殿，并增建藏经阁。
清迈寺的主佛殿为兰纳式建筑，曾于1920年再度整修。殿内供奉的是建于1465年的释迦牟尼佛像，墙上红色和金色的彩绘壁画是1996年所完成的，用来庆祝清迈城建成700年。壁画内容是孟来王一生中的几个重要场景。另外，佛像最上方的横梁上有繁体中文“陆龙昌”3个字，有一说是在清迈寺重建时是由华人商行所出资。其实，清迈寺庙在改建整修的时候，也尝试靠信徒的捐献。不少寺庙的围墙墙面都有留有当地人甚至外国人的姓名。只是当我去问清迈大学管理的建筑博物馆时，馆员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3个中文字。所以，假如有任何人知道的话，欢迎补充留言。不论是正殿、佛堂或是藏经阁，这些场域的门口都会有 Naga。Naga 据说是源自于柬埔寨，由 Naga 护卫的阶梯代表彩虹天桥，象征从人间通往天堂。只有清迈会出现单头龙，其他地区则以单数的倍数出现，最多是9头龙。另外，大殿门口也可能会摆狮子，这通常也就是前面说到的，是受到缅甸统治时期的影响。侧殿佛堂内供奉了2尊古老珍贵的佛像，一尊是只有20多公分的大理石佛像，叫 Prasila， 据传是来自8世纪的斯里兰卡。佛像上镶满了宝石，据说 Prasila 有造雨的神力，所以每年4月1号会把神像请出来绕境，祈求降雨丰沛，农作丰收。另一尊高约10公分的水晶佛像，距今约有1800多年的历史，是孟来王出外征战南奔王国时所获得。后来便将水晶佛像请到清曼寺供奉。2尊佛像都是小小的，所以你们自己来的时候要多注意看一下喽。主殿后方的佛塔为斯里兰卡式的建筑，佛塔的基座有15只石雕大象，大象的尺寸是比照真实大象的比例所雕刻的。我造访清曼寺的时候，藏经阁正在整修中。整座藏经阁是建在水塘上，据说里面是真的有放古籍经文，但通常是不能进去看的。我们在外面绕绕瞧瞧就好。由于清迈寺庙里正殿和佛堂会有许多佛像，有些是从寺庙建立时就已经存在的，也同时会有后续陆续加入的佛像，所以可能造型也会不太一样。所以大家可以仔细逛逛，看到许多细节上的差异。清迈寺就逛到这边喽，接下来还有几座来清迈必逛的庙，包括柴迪龙寺、帕辛寺、潘安寺以及潘道寺。我们下支影片见喽。